本期是后场发力答疑视频，回答粉丝询问数量最高的后场发力问题。小杨，手指发力、顶肘发力、收腹发力、拉转发力、蹬转发力、双脚起吊扣杀、闪动发力，到底什么才是提高杀球威力的关键 ？Let's go！ 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位粉丝的留言。其中有4个代表性问题，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：横跨击球时，大小臂是和肩一直同一水平线，不主动向前和发力吗？首先不能叫转髋，因为架拍时重心在右脚直接转是转不动的，要先腿部发力，将重心前蹬，在重心前移到左脚的过程中顶右髋，从而牵拉住腰腹核心区。如果在顶髋时处于架拍时的手臂主动向前和发力，那么就不会出现顶髋后的腰腹核心区被拉伸。羽毛球发力中将身体力量高效传导至手臂，才是提升后场发力的关键。只有在顶髋后充分牵拉核心区，再收紧带动手臂汇出，才能将身体力量传入手臂。若顶髋时手臂也一起前移，核心区并不会被牵拉，无法将身体力量完全发出。我们来看第2个问题：送肘就是靠转体去完成的，而不是主动往前送肘。这个动作最好叫顶肘哦，是对的。这里我们需要知道，羽毛球发力是一个全身协调过程，侧身架拍使身体各部位更好的协同发力。架拍时重心位于右腿，所以力传导从腿部开始，右腿发力将重心蹬起，转移至左腿，在重心转换中顶右髋带动腰部转动，此时腰腹处于牵拉状态，核心收紧，带动肩膀前收，此时肩部成为力传导枢纽，身体力量也从此刻开始进入手臂。核心牵拉带动肩膀打开，核心收紧带动肩膀前转，这就是身体带动顶肘的效果。第3个问题：顶髋靠身体把大臂往前送到正面的时候，内旋小臂。这么说也是有一点小错误的。不能说靠身体把大臂送到正面，发力过程是每个环节顺畅传递的过程。如果是身体带动，无法将各部位力量传导至大臂，而是右腿前蹬顶右髋后核心牵拉带动的展肩，是展肩后核心收紧带动肩膀前收发起的顶肘动作，把大臂送到正面。最后一个问题：内旋小臂后再带点腰腹，将身体反攻的状态释放，把球压下去。这里就出大问题了。我们知道，大臂带小臂，小臂内旋绷紧手腕，手指握紧发力，是手臂发力环节。你理解的是大臂转正才将腰腹的力量释放击球。注意，但此时你挥出的只有小臂，小臂和腰腹中间是分开的，则无法将腰腹的力量通过肩膀和大臂完全传导至小臂挥拍，顶多就是能挥得快一点，但是依然没有用上腰腹的大部分力量。你说到带点腰腹把身体反攻的状态释放，把球压下去，那么需要明白是因为顶髋，从而绷紧展开了腰腹，从而让腰腹获得一个牵拉反射的弹性势能。核心牵拉的同时，也带动了右肩展开，然后腰腹核心区向前收紧，带动肩膀向前转动，完成收肩。肩部转动后，肘部向前上方顶出，带动大臂和小臂向前挥动，完成击球。注意，早在核心区被牵拉瞬间收紧，带动肩膀前转时，已经开始发力释放，而不是等到顶肘完成后才释放腰腹力量。而腰腹力量早在肩膀发力前就已经收缩释放。腿部、腰部、肩部、手臂、手指、手腕，将身体力量高效传导出去的奥义，就是任何时候都要遵循力传导顺序。如果来不及蓄力，可以减少力传导开始的环节，但一定不可以减少力传导过程中的环节。简单说就是顺序任何时候都不能变。在出现问题时，可以想一下发力顺序有没有按照。腿部、腰部、肩部、手臂、手腕、手指、球拍。下期见。